新发现，原来柚子甜不甜，只需要看一眼这里就知道。果然还是老果农的方法最实用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生活中很多人买回去的柚子，费劲巴拉的剥开之后，才发现小小一点果肉还干巴巴的，柚子水分不足不说，味道还特别酸，这种口感呢就特别不好。几十块钱买回来的，这时候真的是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又感觉忍着吃下去就委屈了自己，所以今天特地整理了一期视频，教您挑选一个又甜又多汁的柚子。一起往下看。买柚子注重第一步，买黄不买青，就是一棵树上结出来的果实，位置不同，果实的甜度呢都是不一样的。挂枝比较高的柚子，自然阳光照射十分充足，随着太阳的东升西落，光照也相对比较均匀，因为它整体的颜色呢就是漂亮的黄色，不会出现一块青一块黄的。相比较其他，它的成熟度呢也会比较好，所以一般这种的柚子表面呢会有光泽，会带有自然的果蜡。有些柚子生长在枝叶当中，阳光呢被树叶和别的柚子遮住了，整体的颜色呢自然会青一块黄一块，那种柚子通常都不甜。至于整体发青的柚子，一般都是没有充分的成熟的。为了找上市凑数量一同采摘的，柚子皮厚，水分不足，还发酸，所以同一品种的柚子记得买黄不买青哦。其次，购买时我们试试按压柚子表皮，用手指轻轻的按压柚子皮，如果感觉柚子皮软软的，那就说明柚子皮薄，果肉比较多，就感觉按下去都能够按到每块柚子的轮廓了。众所周知，柚子呢是先长果皮再长果肉的，到了果实成熟期，柚子皮大小呢已经差不多定型了，这时候就要是长果肉。这个情况就和气球打气情况类似，果肉呢在不停的长大，就会不断的夹果皮，从而让果皮变薄变紧致。一般这样的柚子呢皮薄多汁肉厚，选它没错。与此相反，如果捏起来特别硬，那必定是皮太厚了，里面呢还会有一层厚厚的海绵层，所以按压你会感觉不到任何果肉的存在，这种的果肉自然呢也就不大了。至于果实口感如何不好说，反正相比较肯定是皮薄肉厚的更划算。所以我们要选择那种皮按一下能够迅速回弹的柚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顺手摸一摸，看看表皮是否粗糙。购买柚子的过程中，我们会发现有些表皮摸起来非常的光滑，超市里的灯光一照呢，也特别的富有光泽。而有一部分摸起来呢，表皮较为粗糙，甚至上面呢还会有一些灰尘。其实买柚子时，需要挑选皮孔多、表皮粗糙的柚子，因为这些柚子在生长的过程中吸收营养的能力更强，从而使它的口感更好一些。第三，买圆不买尖。我们把柚子拿起来，看它的头部，这一块的长短呢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地方也是挂枝的地方，而这两种柚子的区别很大的。柚子呢先长果皮，然后呢果肉发育，最后成熟变甜，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柚子的头部呢都比较长，但随着果肉的生长，柚子呢就会逐渐变大变圆，就像吹气球，当它足够大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圆形了。柚子也是同理，生长周期越长，柚子头部越短，就说明它内部结构越紧实。这样的柚子发育比较成熟，糖分高，酸度低，自然呢也就会更甜更好吃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选择头部较短、整体圆润的柚子。人们常说相由心生，一些外表看起来比较成熟的柚子，一定呢也带着非常优质的果实。而这种尖尖的，先不说口感如何，就这样称重呢也是极其不划算的。因为长出来的这部分呢，就是果皮和海绵层，是没有果肉的。有些柚子的品种天生呢就带有一个凸起的头部，但是这个规律呢还是适合任何一种品种挑选。
选头部短一点的柚子会比较甜。第四，我们把柚子翻过来看一下，看一看柚子的底部，我们也称之为肚脐。如果您有留意仔细观察过这个位置，你会发现有的肚脐呢是凸出来的，有的是凹进去的。如果您发现你买回家的柚子的底部这个小圆圈比较大，还是凹进去的，那么恭喜您挑对了柚子。这种柚子通常呢会比较甜，皮薄肉厚，含糖量高一点，吃起来感觉呢也会更甜。而与此相反，底部圆圈比较小，甚至还略带凸起的，这样的柚子呢通常都不甜。第五，买重不买轻。有些柚子看上去很漂亮，但它未必是经典的新柚子哦。柚子呢有维生素罐头的美誉，除了说明它维生素多之外，也就说明它和罐头一样非常耐储存。自己也能感觉到，是不是买回家没吃不用特殊处理，也不用动它1-2个月呢还是那个样子。那要是经过商家特殊处理，保存得当，用保鲜膜包起来放入冷库中，在合适的温度下冷藏，也是可以放很长时间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1年4季都能够买到柚子的原因。虽然放上一段时间，外表的变化并不大，但是内部的水分呢会悄然的流失。柚子存放的越久，其内部水分流失的越厉害，也就会越轻。如果您对比一下，发现只是轻一点，那不过是个体的差异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如果重量差特别大的话，就是看着大的柚子，拿着却轻飘飘的，那你就一定要警觉了，说明这个柚子有问题，不新鲜了。有极大的可能性是往年的柚子，那就更加不用购买了。第六，买大不买小。柚子与其他水果不同，相比较其他水果，它有厚厚的果皮，所以综合以上几个要素，我们最后要哪个最大选哪个。这是因为只要是同一个品种的柚子，果皮呢都是差不多的，那么大一点的柚子多出来的自然就是果肉，个头大的柚子果肉呢就会多很多。与此相反，个头小的柚子果肉呢就会小很多。虽然勤俭节约一直是我们民族的美德，但是实际上购买越大的柚子其实越划算。当然了，某些大的不正常的柚子不在考虑之列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哪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随心进行分享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、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。原方便，语气方便，期待和您再度相逢，一同探寻更多的社会真相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